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在杭州举办了亚运会，我说过，在中国举办国际性的赛事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差，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也越来越差。实际上，在新冷战时代，中国一定会逐渐的被这个国际社会所孤立，成为孤家寡人。他现在只能跟其他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小国家或者独裁国家组建新的联盟一个新的阵营来对抗这个世界主流。这次亚运会就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现在经济每况愈下，出现巨大的经济困境，但是他仍然不惜重金举办这次的亚运会。据说现在当然只是一个说法，就是这次的杭州亚运会花了超过2000亿人民币。它都花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就看到刚才的这个场景有多么的庞大奢华，甚至有些国家领导人来杭州参加这次亚运会，居然是中国派飞机把他们接回来的。有人就爆料说，东帝汶的总理在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时候，乘坐的竟然是厦门航空的波音787，和叙利亚总统一样，也都是我们派飞机去接来杭州的。然后飞机在引导车的引导下，既没有停靠 T3，也没有停靠 T4，是直接滑向进入萧山国际机场的715停机位。毫无疑问，这是专机停车位了。执行这次光荣任务的是厦门航空的一架编号为 B2763 的波音7878机型飞机，机龄有8年。这些小国家没有能力去派专机飞到中国，没关系，中国可以派专机把你们接回来。有的是钱吗？愿意花这个钱吗？我刚刚说过，中国在国际社会已经臭名昭著了，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自由民主国家是不会愿意来为习近平捧场的，所以他只能找这些乞丐国愿意来中国去投靠中国，然后获得好处。就像大明帝国曾经做过的事情一样，帝王专制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是什么？羁縻政策，就是厚往薄来，其实就是装个样子，好像你们这些国家都臣服于我，给我纳贡我就是天朝上国了嘛。但实际上你们来纳贡是为什么？为了赚钱，因为我们给你的回的礼要比你们纳贡的东西要贵重的多。其实这就是金元外交，但是这么做有面子，反正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韭菜有的是，随便割。这是过去的历史，可是现在进入21世纪了，都已经现代科技文明时代了，中国的体制还是这么落后，还是这么不在乎普通人的权利。你看看现在中国交往都是哪些国家？阿萨德，叙利亚的总统，被全球制裁，国际社会指责他用化学武器去屠杀人民，他现在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现在20年没有出过国，也不敢出国，为什么这次敢来中国？我们看看他怎么飞的。他的专机有一个路线图，首先他乘坐中国国航，然后他选用的是空客 A330 的飞机，避免了使用波音，航班号是 CA67。他途经约旦、沙特、阿联酋、巴基斯坦，最终从新疆进入中国领空。他避开了所有一点点不安全的国家，中间没有任何经停，飞行时间花了11小时13分。这是阿萨德近20年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么一个人人喊打的政权和独裁者，中国把他当作座上宾，不惜重金邀请他过来，确实没朋友了。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愿意来的，可不是要好好的招待了，对吧？之前我讲了，这杭州灵隐寺大门从来没有开过，几十年没开过，这次为阿萨德破例，而且首次在一个佛教圣地，他给你铺上红地毯。佛教是什么？是遁入空门，是六根清净。可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佛教也开始学习习近平思想，开始崇拜领袖，把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当作佛经来崇拜。现在一个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佛教圣地给他铺红地毯，这简直就是回辱佛门。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大笑话了。官方的报道说，习近平在杭州会见了阿萨德，而且宣布了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还签署了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双边合作文件。你来了一趟不容易，我不仅要花钱接你来，我还要跟你签署合约，对你进行援助。换来的什么？换来的是在国际舞台上阿萨德对中国的支持。双方一起侵犯人权，当然不可能互相指责。阿萨德还感谢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在危急和苦难时站在叙利亚人民这一边。看来阿萨德也学会了中国的一套什么都是站在人民这一边，强行的代表人民。这个所谓危机和苦难，不就是叙利亚人民想要推翻他这个独裁政权吗？结果这个时候俄罗斯、中国都在支持阿萨德，支持他的独裁政权。毕竟在全世界，这个自由民主化浪潮一浪接一浪，所以说这些国家一个个都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独裁阵营来讲，有一个独裁国家算是一个独裁国家，要好好的珍惜，毕竟越来越少。那么这次杭州，你说花钱，除了这些领导人的专机以外，为了吹嘘中国的这种成就建设，也是不惜血本。之前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影片来介绍这些洋五毛，这一次他们也发挥了功用。比方说有一个女孩，她拍自媒体的影片逛西湖，说中国的厕所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相比而言，其他的国家的厕所就真的太一般了。她甚至用高德地图去寻找杭州所有的公共厕所，她逛遍了所有的西湖厕所，发现中国的厕所太智能了，不仅有冰箱、微波炉，连水龙头都是戴森的。我看到网上有网友开玩笑说，杭州的厕所真是太高大上了，就差配个电饭锅了。他们为了政治宣传和政治正确，已经到了完全不要脸的程度，甚至是违背常识。这次在杭州，特斯拉被禁止上高架桥，官方的说法是什么？据媒体报道，杭州亚运会的组委会规定，在亚运会期间，特斯拉等部分新能源车被禁止上高架，说这一措施是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以更加环保的方式进行交通管理。而且他后面还多补充了一句，说据了解，特斯拉等部分新能源汽车被禁止上高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尾气排放量相对较高。特斯拉是你新能源车，是电动车，谢谢你燃油车能上高架，特斯拉不能上高架，然后你告诉我理由是特斯拉尾气污染，那些能源车为什么就能上高架？他这种说法简直是把我们普通人，我们这些观众读者当成傻子。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真的相信这种无知的说法。毕竟现在中国是一个彻底的反制社会，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讲道理。看看这次他们对日本排海的反应，知道了，完全是被民族仇恨、被政治宣传跟洗脑充斥大脑，根本不顾科学常识。所以他们现在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了，对吧？真的是跟我们生活在平行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亚运会，完全是被政府主导，当做一个政治宣传和建立独裁联盟的契机。某些台湾知名的媒体人、学者、专家，甚至是政要，居然还去为共产党会捧场。当然他们去的不是亚运会，是去的另外一个统战活动，是专门的统战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第一次台湾之间就是融在一起就行了，就是一家人就可以了。是我非常的美。武汉市的发展呢，远远超越我的想象哈。我在台湾这边不到24小时，我感到非常的惊艳哈。城市的建设各方面，这个武汉还是充满了活力。当然，你可以说赖岳谦这样的人早就投共了，已经毫不掩饰自己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宁愿出卖台湾。这种垃圾我们当然可以不用说，但是请问连胜文呢？他可是现任的国民党副主席，他居然还讲出这些话来，去说一些共产党喜欢听的话，来替共产党进行宣传，去充当共产党统战的工具。请问国民党是台湾的国民党，还是你中国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确实叫中国国民党，不叫台湾国民党。OK， 其实他的名字也出卖了他们真实的想法和利益。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也好，媒体人物也好，他们看到的都是共产党的光鲜亮丽的一面，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他想让你去夸奖的地方。这些人甘愿配合共产党的宣传跟统战，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些光鲜亮丽背后中国人的苦难。就说这次亚运会有很多细节，上期节目我也讲到了如何的去拉拢这些外国人，如何的为这些外国人提供中国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甚至极尽铺张浪费。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我都没有讲到，比方说在杭州，他们为了安保投入了巨大的力量，甚至在地铁里面都安排了人马去维护治安，生怕出一点问题，搞得紧紧张张，风声鹤唳。还有一些居民的住宅，他们家里的窗户都被贴上了封条，说在亚运会期间窗户被封锁，不许开窗户。甚至还有人家的阳台的窗帘被拉上，请勿开启，维护亚运，人人有责。截止到10月28号之前都不准拉窗帘。他们已经怕到这个份上了，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普通的老百姓当成贼一样防着，另外就是他们担心有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就来搞破坏。就他们编造了这些故事，编造了这些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之后，他们自己都相信了，所以他处处都要防着境外敌对势力。请问一场活动对当地人民造成的这些不便，限制他们的自由跟权利，请问那些五毛粉红们他们会报道吗？那些洋五毛们他们会在节目里说吗？他敢吗？不敢。我不知道像连胜文这些人他们知不知道这些事情，看没看到武汉的高楼大厦，杭州的极尽奢华的开幕式背后到底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他们如果看到了还违心的说这些话，那么他们当然就是共产党的帮凶。如果他们没有看到，甚至不了解中国的话，只相信中共官方宣传的话，那么真的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湾执政的话，对台湾最大的敌人却完全不了解，甚至轻信对方，那么台湾真的岌岌可危了。幸好这次台湾大选，这些人，这些对中共还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人，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机会。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公民社会，我对台湾还是抱有信心。最后的选择权当然还在台湾人民自己。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